今天这一集啊，专门讲脉中医最神的一部分，给大家揭秘一下。很奇怪，讲脉那个订阅率，那个观看率就会高，大家都很感兴趣，想看脉，都想学。我们先说说上次的条文啊，还有一部分没解释清楚，就是脉缓。我们一起复习一下原文：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那这个脉缓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是要看它的前因后果发生了什么。大环境，一定要看。有很多人觉得中医把脉神乎其神啊，学了，将把脉的地位，就是把脉地位放得非常高。那其实大部分啊，武侠片夸大渲染的，说的都很神。有些人也是为了打招牌。我们中医里啊，其实是讲四诊合参，望闻问切嘛，这是中医获得信息的方法。我们通过眼睛看，耳朵听，鼻子嗅，还有触摸、触诊这个身体来收集一系列的信息，是这样。把脉本质上是触诊、切诊嘛，望闻问切，触摸的诊断，只是我们诊断的一环。所以它不是唯一必要的，也不是最主要的，所以大家没必要神话把脉。虽然我把脉还行，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一定要从前面的就系统的一定要看。不能好像以前这样独尊儒术，那种发出百家，那不行。大家都有用，你要用上。对，不能这样子。所以呢，把脉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大家要明白。只是为了炫医术诊断的技巧嘛。主要是病人哦，当然也跟医生有关。需要，病人喜欢就把脉。有些人其实是很排斥完整的。你都把不到我的脉，你算什么医生？你不传统，是吧？所以我们要想一下把脉的真正作用啊。过去大家可能讲不透它其中的道理，所以就很神秘的色彩。因为你不理解嘛。那其实把脉最重要的一点啊，不是看这个人有什么病，而是要知道在有什么病以后，判断这个病情的轻重和预后。用中医的话叫辨顺逆，也就是我们望闻问病人，看完问完后把脉四诊合参。那把脉呢，就好比临门一脚的确认，是不是？确定一下这个病人的病情是轻是重，好不好治多久能好？它更多的是一个衡量的尺子。我们不是否定把脉可以看见一些疾病，就是我这一把就拔出结石啊、囊肿啊、动脉硬化啊、什么二尖瓣、三尖瓣啊、心脏疾病啊，就是血液粘稠啊，这些是具体的病理的过程，是不是？但是你摸出来又怎么样？你诊断很好又怎么样？所以有些病人死后啊，他解剖这个脑子里面啊，发现有些肿瘤，可是他生前好很健康，没什么症状或者什么有没有特地去治疗这个肿瘤 ？OK 的，今天下来也是很多男的以前解剖发现都前面都有癌肿瘤，但是他生前也没有说不舒服什么，就是这样，所以中医它是讲的是一个质量，人自己的感觉产生。生活生存的质量。你自己有没有感觉不舒服？有的话，那个就是病。所以你不要说你腰椎间盘突出，我拍出来了好像很吓人，但是你有没有什么不好的症状，或者你通过一些物理的或者瑜伽或者一些练习，你完全没有必要硬的去开刀动手术。往往临床现在在西班牙很多，我身边遇到那个，那他一辈子就很长，下肢肿，然后还有麻木，而且他每天需要打止痛针。开刀了，不过就是不可逆啊，很多是不可逆啊，因为它伤到神经啊，或者有一些很多的副作用，所以我们就说你没有症状，你干嘛硬去对抗？所以我们以前老师也是这样讲，这个考卷呢问那个答案是腰椎间盘突出嘛，答案错，为什么？要写腰椎间盘突出症。那个是病，腰椎间盘突出不是病。对呀。这个没有什么痛苦，你不用。是这样。而且你人嘛，生老病死，它衰老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你不能什么都去较真，对吧？如果都要让那个人体变成好像原装这样，那不可能嘛。就一定要弄出一个标准来，我一定要什么都是要，不可能。所以有些医生他就不把脉。他完全是靠前面的望闻问，一样是很好的名医大医，是不是？治疗效果又很好。当然面诊啊，也不用刻意说我就是不把脉，有些病人他就是有这个需要，是吧？是这样，不要执着了不能执着，都用好的东西都要用。临床我们具体看情况，要灵活。所以
我们经常会遇到啊，有的人说，哎，我们看这个老中医不讲话，只是把个脉，什么都知道，说的还很准，跟算命的一样。神算。其实不是什么特异功能，也不是什么透视眼、第三眼打开。对，因为你不知道啊，这个老中医其实在你迈进诊室那一刻，他经验丰富，哎，他就开启了高频观察，耳朵能听，鼻子能嗅，你的年龄、职业、性别、体型、脸色，什么皮肤粗细、走路姿势啊、动作啊，包括你坐下来，还有声音音调等等啊，能判断个大概。大概的，8、9不离10。问一下哦，病人他自己又会说，是不是？对吧？这个中医叫丝外传内，对吧？所以人体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整体啊。就内脏你有什么病变哦，那你皮肤啊、五官啊、你的形体、姿势啊、动作啊，所有这些外在窗口，是不是有很多信号我们能解读到啊？对吧？所以一个好的医生啊，一定是很擅长系统的去观察病人，望闻问。望里面，望是其实最难，是不是？要用心啊。是。那你看一个病人，他弯腰，然后摸着肚子，一看肚子痛啊。而且每一个人其实都，你精气神是能看出来的。你不用看这个人，我都不用抬头，能量场也是能。他焦虑的人，其实不一定是把脉爬出来的，他只能靠近的时候你都知道。金匮就有讲，那个人他的鼻梁是青色的，这种得什么病？就脸青啊，对，胃不好有很多部位的不同的颜色。中医里面，你不要说这个是迷信的东西，会的。其实是真的是很科学的嘛。哎，金匮里面就有讲到，说那个人讲话声音很小，原来他是有头痛，像鸟叫一样啊，对，有头痛的问题。那他说话如果大声的话，他自己不是更痛了吗？对吧？脑鸣，哎呀，都是这样，哎呀，这样吗？痛了，哎呀。那又有一个讲话特别大声的，是胸中病就跟我们临床治疗一个王妈妈，她绝经以后每次累，或者说上楼梯的时候啊，她就是胸闷气堵嘛，所以没进门，我们大老远都听到喊叫声，对，当时我们用了一个小方就把它治好了，对，是，所以说这个医生要会看，要会望，当然这里面还有高段位的概率学跟大数据，现代医学讲高发病的频率概率，高发病的概率，我们说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性别，中老年的男性大概率都有前列腺的问题，8、9不离10对，所以我们就顺口问一问尿频啊、夜尿啊，一猜就中。我好像没有不中过，中。所以这背后啊，是因为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跟统计学的逻辑，是这样。所以老中医经验很丰富对，因为以前为什么要找老中医？不用开口，就是因为他们有大数据他们经验多。大数据，所以看数据也是很重要。是这样。我们爆料太多了。对，是这样。好，收这里。那什么是脉的顺利呢？那顺的顺就是指符合你现在身体情况的，这个叫顺，正常嘛。那么如果不符合你现在情况呢，就是你不正常了。比如我们看这个条文讲的是脉缓，为什么会缓？这个缓其实有2个意思。一个就是缓慢，频率慢，跳动比较少。那这里为什么会变少？不要忘了前面讲长的散热，因为它散热一定要。大家知道我们生病发烧，体温每上升1度心率每分钟它就会增加10次左右。所以发烧的脉摸上去就相当的快一些。我们中医叫脉数嘛。但现在病人不是在散热吗？体温下降了，所以他那个心脏的跳动就会减慢，而不会跳得那么快。所以摸上去脉相对于他前面发烧升温的时候，它就缓慢了，就脉缓。所以我们再看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动画，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图片，它不是片段这个缓是比没有生病、没有发烧的时候要快一些的。为什么？因为
为这个时候的体温啊还是高过不生病的时候，一定快吗？这里的脉缓是相对于发热发烧时候的脉缩讲，相对跳的慢一些，是这个意思。就讲可能你的正常体温是37度，但是你发烧的时候可能你38度。那么你散热的时候可能你37度.8。对，那还是相对于正常的高啊，对呀。所以它的脉也是比正常快的，但是它相对于38度发烧的时候，它一定是慢的。就是这个意思。对，对啊，相对而言。一般我们病人就是不舒服有病了，你才会去看医生，是吧？你没生病的脉，病人怎么可能摸过，对吗？所以医生只能是比较看病时候的这个脉。对，就你发烧的时候，他才摸。还有它就是之后变化的脉吗？那你从这个条纹里面就看出了，它前面是有发热，但是后面它汗出是不是降温了？降温以后，它是不是相对来说它稍微缓下来了？说的这样的话就好理解了吧？对，它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变化。以前很多人是理解为发热的时候出现脉缓。不是说发热时候出现脉缓，因为医生强调是当下这个状态，汗出散热后脉的这个变化，这个变缓过程。那你发热脉肯定是更快吗？那散热的话，那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相对就是慢下来，就是一个动态的。对。所以不是说它这个脉是定格，或者说本身体质它就是这样的脉，什么桂枝汤人啊、林黛玉啊，不是这样其实壮人也会有这样的病理过程。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因为你生病的人一定是病理过程加上你的生理情况对呀。你生理情况是你的体质嘛？对。病理过程是发烧、散热、产热，所以你都要一起考虑。它不可能简化归类为就是体质那么简单没有。是。壮人，我们说壮人也有这样的病理过程。有。为什么他是汗出散热，就是这么一个病理过程？所以你不能太死。太阳中风期不是说只能用桂枝汤，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记住，还有很多方式可以用。如果是学中医的，就会听懂我们来讲。如果大家初学可能就听不太懂，以后我们再解释。我们以后慢慢说。那第二个意思呢是柔缓的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散热的时候，散热的时候是不是外周循环都要打开？所以呢，你血管摸上去一定是很充实，波涛汹涌一样，这样它才能把这个体温热散出去，是吧？但是散热一旦结束人体要蓄热，是不是外周循环又会关闭嘛？这时候你摸上去这个血管就比较柔和，缓和，没有那么猛嘛，所以这么一个动态过程一直讲的就是脉是一个动态的变化，人体也是动态，不要忘了这个。所以我们从脉缓就知道病人才散热完，正在蓄热开始。对。那临床具体怎么辨别这个脉缓呢？第一个缓慢的缓就是摸上去，我们只算病人脉跳动的频率。如果病人是发烧的话，有可能这个脉跳20下，那么这个散热之后的脉缓呢，可能是在15上下。因为它相对正常人，他还是在发烧，心跳还是相对快一点。再来就是柔缓的缓，就是摸上去不管是下哪一个层次都是很柔和的，幅度不大。那么我们手指感觉呢，就好像沙滩的那个海水缓缓的冲上岸的这样，很平缓。如果是正在产热发烧的话，手指就感觉到汹涌澎湃。那这个大家要自己感觉，就指下的这个硬指的感觉需要临床。好，讲到这里我们就知道体温持续期的时候，病人的脉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变化动态的。因为人体产热散热模式不断在交替，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嘛。产热升温的时候脉就快，就会有力气；散热降温的时候那是不是脉就会和缓下来，比较柔和？就你想涨潮跟退潮了对呀，就这样。所以我们大家身边有朋友家人，如果生病发烧，你就拿他的脉来摆一下，练练就知道了。对。所以条文里讲，汗出恶风以后出现脉缓，这个是正常的情况，是顺症。那么说明病人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了。那怎么样的脉有生命危险摸不到了，就像断了的线。所以把脉不神，其实都有道理就是说一定你要跟那个大环境你要参考，不是说我把到什么脉就是得什么病不是那么简单的简化思维就我们教材里提到太阳中风的脉是脉浮缓，其实是不全面的。
有的医生也提到，太阳中风发烧的时候，那怎么可能缓？你说都发烧了，对吧？发烧还缓，不会缓。所以一定要知道，它这个是交替的产热散热，它是个动态，不是一对一的。教材的它是把那个条纹，就我们刚刚那个条纹，发热汗出无风脉管，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条件，独立的条件。他们觉得可以集合在一起出现。那用还原论的方法不行了，拆解开了嘛？对，他把其中的这个逻辑线都打碎了。打散了肯定不行。所以会误会，是这样。大家可能还觉得这样比较难理解哈，但其实这个就是真实的情况。如果你简化了，你相对于很好看很好学，听起来是很好，可是你临床你用不上，是，所以像这样你找不到这个规律临床。对呀，所以你临床你治疗就会错误咯。对，以前老师教我们就是看脉的这个频率。是吧？脉慢就是脉慢的有寒用升温，脉快的有热清热，因为把中药用成西药的味道。个别老师，因为我很多的师门师还是不错的。其实真的没那么简单，一定要在临床里面要去检验啊，这个理论有用，那才是真的啊，效果好才是真理嘛。所以因为病人啊都是这个发烧产热剧烈的时候啊去找了医生嘛，对，所以我们见到病人摸到的脉都是快的脉，用的药都是清热药，对，就这样。现代西医退烧药一个道理，是吧？那病情就会越拖越久了。对，简化了，但就是你把那个时间线拉长来看，哎呀，过一阵子可能又变缓了。那很多人就是这样慢性感染，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是这样，医生没看到他散热的时候啊，用上产热药就好了。大家一定不要这样简化的去理解，脉硕温病，脉缓太阳中风，就打个等号，它不是这样的哦。对，到才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在大环境里面，要把整个生命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有的病理过程也是这样。对，以前就按照这个教材来看不到有病人。看到怎么跟教材都不太像了对，那老师就说临床就是这样咯。也是。所以说，其实要把伤寒论讲清楚，言语道断是很难的。很难。如果大家初学的还好，初学的话，因为你没有一些已知的概念嘛，我们这跟你讲这些吸收，但是如果你是已经读过的，就所知障，而且你没有怀疑，没有提出问题，直接吸收的话，那么我要跟你清理掉，要解释很多。对，因为你怀疑很多，是，因为你第一次提出来的人，他没有给出太多证据证明，对吧？他就随便讲一个大家就信了。但是你后面要推翻的话，你要给出很多证据。就是这样怎么样？一个比喻是说，一杯白水，你在里面滴一个墨汁，滴的时候很简单嘛，你要把那个墨汁又分开，哇，那impossible， 那就要多到是。可以，我们下次聊。那喜欢我们视频呢，就订阅、按赞，把影片分享出去。我们下次再见啦。